7月底，美元对日元逼近164，日元跌到接近40年低位。美日出手之后，日元一度升了大约 5%， 美元对日元回到155附近。可是不到2星期又回到159附近。接近30年后，美日再次一起买日元，效果却只维持了一阵。不管你人在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是美国，日元这一轮变化都会碰到你。要去日本旅行、留学或海淘，先受影响的是换钱成本。手上有美股、台股、科技股、港股、中概股、债券基金、REIT、高息股，甚至退休金的人，后面还要面对同一套资金成本。今天我会带你看3件事，这次到底花了多少资源？日元为什么很快又弱下来？还有压力为什么会走到美债和亚洲资产？你好，我是 Chief Pep 张志云，我不报名牌，我教你自己算得出、看得懂，因为我是真心想你靠自己的判断赚到钱，少走冤枉路。如果你想抓短线买卖点，你可以去看 Rich 的频道，那条美股线会更适合你。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特朗普公开承认美国有帮忙，说这是对日本的友谊信号。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也确认，日本财务省和美国财政部有协调买入日元，美国也实际参与了行动。7月31日，贝森特的便条被拍到，写着买入日元，金额大约50到100亿美元。纽约联储带美国财政部卖欧元买日元，美方这一笔把政治讯号放到台面上。美国愿意和日本站在同一边，实际承担汇率压力的资源仍然主要来自日本自己的外汇储备和政策选择。7月30日，日本单日干预约 8.45 兆日元，折合大约537亿美元，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天。7月31日再用了约 5.33 兆日元，2天加起来接近14兆日元，折合接近880亿美元。这个规模已经说明日元面对的压力不小。我们不要只看政府官员的解释，我告诉你，2个国家联手干预只说明了日元的基本面相当差。让我们先搞懂日元目前面对的几个巨大挑战。首先，日本人口老化，国内消费疲弱，出口又面对来自中国、韩国等国家的竞争。过去几十年，日本为了振兴经济，采取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让日本长期处于零利率的环境。今年日本政府总债务约占 GDP 的 204.4%， 目前又要增加财政赤字严重，这些因素使日元长期贬值。但到了今年，情况进一步恶化，中东局势紧张使油价飙升，油价涨了，日本需要用更多的美元来购买石油，因此美元对日元进一步提升，也吸引了投资者加入做空日元。如果日本不干预汇率市场，做空者会增加，让日元汇价最终失控。而日本看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单独力挽狂澜，所以邀请了美国参加。美国可以一同出手，却不能替日本长期承担汇率压力。日本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资源，一次又一次把日元拉回来。今年第2季，日本已经用了 11.73 兆日元支持日元，连同7月底市场推算的2天，今年动用的资源大约 25.5 兆日元，折合约1630亿美元。钱不是没有花，而且花得很重，汇率连续朝一个方向走，投机以外，出口商、进口商也要做对冲，基金看到趋势也会加仓。原本只是日元偏弱，慢慢会变成大家都在同一边。美日财长在联合声明里讲得很清楚，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只会在波动过度、走势失序时出手。这次干预先把急跌时的单边气氛按住，日元能不能稳住，最后仍要回到出口、通胀、利率和经济本身。日元一反弹，原本压日元继续走弱的做空资金会先收敛，利差和经济条件没有变，这些资金过一阵仍可能回来。打一次干预不难，难的是把日元守在市场愿意接受的位置。2011年，美日也曾经联手干预日元，当时是 G7 一起卖日元，因为日元升得太急，要把它压回来。这一次日元跌到接近40年低位，美日一起买日元是要把它扶住，同样叫干预，2次要处理的压力完全不同。这一次
美日虽然把日元短暂扶回来，但市场很快又回到另一笔账，日本利率低，美国利率高，资金把日元换成美元后，仍然能找到较高回报的资产，这就是套息交易，借成本低的日元换成美元去买美债、美元资产或其他回报较高的资产。这笔账要同时看3样东西，借日元要付多少利息，美元资产有多少回报，还有日元会不会突然转强，把之前赚到的利差吃掉。只要前2样仍然吸引，最后1样没有失控，借日元的交易就会回来。这种交易平时看起来很平稳，你借的钱成本低，买的资产每天有收益，汇率只要不突然反方向，回报就会慢慢累积。但它有一个弱点，一旦日元突然升得很快，原本借日元的人要买回日元还钱，手上如果又有杠杆，就可能要先卖股票、债券或其他资产，把现金拿回来。原本是赚利差的交易，几天内就会变成先求不要亏得太多。2024年8月就是一次很直接的例子，日元突然急升，原本借日元买股票和其他资产的资金要减杠杆，美股、日本股和亚洲市场一起震，市场紧张，是因为太多人同时要还日元拿回现金。这种时候价格通常会比基本面走得更快。今天日元仍然偏弱，市场还没有走到全面平仓，但再一次干预或者日本利率走得比预期快，都可能令日元急转向。原本借日元放大回报的资金一受压，美股、日股和亚洲市场都会跟着震。所以看市场不能一开始就跳去问一个股票号码，先看资金成本和周期有没有转方向，才知道眼前是机会还是风险。这也是选股5部曲第一步要训练的，先看通周期，再往下看行业和公司。日元跌得久还会出现动量，这和股票牛山很相似，越升越有人追，越跌越有人跟。原本观望的资金看到日元一直弱，也会开始跟同一个方向走。干预可以把汇率拉一下，却改不了利差。日本要缩窄差距，就要动利率。美联储何时减息，又要看美国的通胀、就业和经济。日本一动利率，通胀、财政和债市也会一起被牵动，所以它可以减慢压力，却很难单靠一次干预把利差这个根源改掉。日元一弱，最先变重的一笔账就是能源。6月，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讲了一个很实在的背景，日本超过90%原油依赖中东进口，矿物燃料进口，去年约占名义 GDP 的 3%， 油价一升，日元又弱，钱就会从日本流到海外买能源，企业利润和家庭实际收入会同时被挤压。很多人会以为日元弱，出口企业一定开心，出口商用日元计算海外收入，当然有好处。但日本不少企业同时要进口能源、原材料和零件，油价高，日元又弱，成本也会跟着上来。公司能不能把成本转给客户，要看产品有没有竞争力，不能只看汇率一边，这令政府很难袖手旁观。家庭感到生活成本上升，政府自然会想补贴、减税或增加支出，但政府多花1块钱，最后还是要多借1块钱。日本债务本来已经很重，财政多一点压力，债券市场就会更在意政府将来要付多少利息。日本央行当然可以加息，利率升，日元会有帮助，输入通胀的压力也会轻一点。不过，日本虽然已经开始把利率拉离过去的极低水平，扣掉通胀后的实际利率仍然偏低，只小幅加息，美日之间的回报差仍可能很大，加得太快，企业借贷、楼市、银行和政府财政又会先感到痛。工资是另一条关键线，今年春斗谈到的加薪幅度约为 5%， 已经是连续第3年有较明显增长。但油价和日元同时推高生活成本，加薪能不能让家庭实际收入回升，仍然要看得很仔细。家庭不敢消费，企业就不愿意继续加薪和投资，通胀却一直在，央行又不能当作没看见，油价会先传到石油、化工和中间材料，之后才慢慢走到电费、物流、汽车、建筑、餐饮和服务。这条传导有时间差，
央行今天不加息，未必代表明天没有通胀。央行今天加息，也未必立刻令家庭的生活压力消失。这就是日本政策必须慢慢判断的原因。日本央行现在看到的情况更微妙，企业整体盈利仍有缓冲， AI 相关出口也在支持部分生产，可是家庭对生活成本已经变得更谨慎。经济没有弱到可以完全不理通胀，通胀又不是强到可以不理增长，日元每走弱一步，都会把这个取舍再推到央行面前。债市的变化令这个平衡更难找。日本央行已经逐步减少买日本国债，按现行计划，到2027年3月，每月买债规模会降到约 2.1 兆日元，大约是减码前的1/3。意思是越来越多日本国债要由市场自己消化，买家要求的利息一高，政府还债，银行和保险公司手上的债券价格都会一起受影响。日本的银行和个人投资者近来确实在慢慢增加日债配置，但这种转换需要时间。过去由日本央行承接的大量国债，现在要让市场重新找到愿意持有的人，利率就会变成价格讯号。这也是日本央行不能只看日元，也要很在意日债市场能不能平稳运作的原因。日债息一点一点升，还会改变日本资金看海外资产的角度。以前美债息明显高过日债，很多日本保险公司、银行和退休金自然愿意把钱放到美国。如果日本本土债券的回报提高，而且不用承受汇率风险，部分资金就会重新比较应不应该留在日本。这不是明天就会出现的大转向，但资金的边际选择一变，美债和日元都会感受到，日元要稳，利率和通胀要处理，日债要稳，息口又不能走得太急，这几条线互相拉住，日本没有一个轻松的选项。日元告诉你外汇压力有多大，日债息反映日本政府和债市的负担，美债息决定全球资金成本，油价推高输入通胀，黄金则反映市场对货币购买力和金融风险的看法。5条线放在一起，日本的政策卡在哪里才看得清楚。7月24日 GMT 课程里，我就是用这5个讯号带同学看日本。一条汇率线讲不完日元背后的压力。那美国为什么要帮日本？千万不要相信。一个唯利是图的总统说这是对日本的友谊信号。事实上，美国要自保。你想一想，日本既是美债最大的海外买家，又要拿美元支持日元，这两笔账碰在一起，美国当然不能只把它当成日本自己的汇率问题。日本要买日元，手上先要有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还有多少，够不够用，变成了下一个关键。从2月到7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由约 1.41 万亿美元降到约 1.28 万亿美元，5个月少了1236亿美元，接近 9%。 单是第二季，日本财务省为买入日元用了大约750亿美元。7月底2天，市场按日银账目估计，日本又用了接近880亿美元。但要支持日元，就要预留更多能立刻动用的美元。日本官方储备里现金存款大约1622亿美元，更多是证券。4月到5月，证券部分由约1兆美元降到约 0.93 兆美元，少了大约756亿美元。同期存款大致没有变，证券减少，可能有到期不再投、调整配置和估值等原因。日本日后在买入日元时，能及时动用多少美元，又有多少要靠证券周转，就会成为美债市场要留意的地方。这时候 FEMA 回购便利就有用了。片山高月的意思很直接，先把手上的美债暂时抵押换到美元用，不必在市场敏感时急着卖债。之后贝森特也提到可以考虑扩大这个工具，他先把短期换美元的压力缓下来，日元的利差、财政压力和外汇储备的消耗仍然在，日后用的越多，支持日元需要的美元就越多。再把镜头拉到整个日本，日本政府、银行、保险公司和退休金加起来，到今年5月持有的美国国债约 1.14 万亿美元，是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人。2月到5月，这个数字少了约962亿美元，拉长1年看，总量其实差不多。日元一有压力，日本日后买债时就多了一笔汇率账要算。
日本往后对美债会增加多少需求，要同时看3笔账：日本本土利率、政府财政，还有留给日元的美元。这件事放在美国的融资压力里，分量就更重。CBO 在8月10日公布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赤字已经大约 1.8 万亿美元，全年预计会到约 2.1 万亿美元。美国总公共债务将近40万亿美元，旧债到期要续借，赤字又要发新债，美国需要长期买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年初约 4.19%， 7月底升到今年高位约 4.75%， 8月12日仍在约 4.68%。 日本日后买得慢一点，美国就可能要给更高回报，才有人愿意接更多债。美国的压力已经不止在发债，也在付利息。 CBO 估计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政府付出的净利息大约9630亿美元，按年多了1170亿美元，升幅约 14%。 债务多，利率高，利息支出就会越滚越大。日本这个大买家的资金安排一变，刚好会令美国多一个需要盯紧的变数。美债息一升，影响就不会只停在债券市场，接下来就要看它怎样传到股票、基金和收息资产。先从最直接的一步开始，美债息升，很多资产都要重新比较回报。原本买一只股票，投资者愿意等很多年后的盈利，现在无风险利率高了，市场就会要求那间公司交出更快、更实在的盈利。这也是为什么 AI、半导体、云端这些长期趋势没有变，估值仍然可能先受压。利率升时，手上现金多、盈利稳、负债低的公司，主要面对估值被重新衡量。还要靠融资扩张、现金流未转正的公司，则会同时面对估值下调和借钱变贵。看股票时，题材以外，还要看它靠什么钱走到下一段成长。这种压力落到港股和台股时，美元利率高，全球资金可以先放在美元资产，未必急着加亚洲风险。港元又跟美元联动，香港的资金成本很难完全避开。台湾的半导体和伺服器公司则要看订单、技术和客户结构能不能支撑估值。日元还会多加一层压力，日元弱，日本企业在海外报价更有竞争力，台湾、韩国和中国内地的出口链就要重新比较订单和毛利。这种影响不会一夜之间全部反映在财报，但市场会先比较谁的订单更稳，谁的毛利更有能力守住。所以股价跌下来时，第一件事不是急着把它叫做机会，也不是急着把它当成危机。美债息上升可能只是市场把估值打低，公司订单、现金流和负债没有变，生意本身未必出了问题。但如果融资成本上来，毛利又守不住，现金流也开始转弱，那就不只是估值回调，两种下跌后面要做的功课完全不同，收息资产也要用同一把尺看。债券基金、高息股 REIT 的吸引力要看扣除无风险利率后还剩多少回报，也要看利息、租金和现金流能不能长期支持派息。日元和美债这条线提醒我们，资金成本变了，持有资产的理由也要重新检查。日元、美债、美联储、日本央行、AI 股、台股、港股全部放在一起，听起来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电线，每一条新闻看起来都很重要，最后人只会越看越累。问题不在新闻太多，问题在脑里没有一套处理方法。我投资超过34年，是一个逆向的价值投资者。所谓逆向，核心是纪律，在大众贪婪追高的时候保留现金，多做研究；在大众恐慌抛售的时候回到功课，看公司值不值得买，价格有没有安全边际。在我的选股5部曲课程里，训练的就是这套判断方法。第一步，看通周期，先知道大势是在顺风还是逆风。第二步，看行业板块，找资金和生意有没有真正向上的地方。第三步才看个别企业，猜它的盈利、现金流、负债和竞争力。公司选对了。第四步还要看买入时机，价格太高，再好的公司也可能买得辛苦。第五步是卖出时机，当周期、基本面或原本买入的理由变了，要有纪律处理。选股5部曲把周期分为牛熊6气，
每一期都有不同的数据和指标，教你分辨什么时候要保守，什么时候应该做功课，什么时候才值得出手，让你可以有数据来避开股灾，搭上牛市顺风车。今天的日元和美债就是一个例子，只看某一个价钱，很容易把利率、汇率和企业基本面混在一起，顺序对了才知道现在该避开风险，还是应该把功课做深一点。如果你想把这套方法练到自己会用扫图中的二维码加入选股5部曲，你学的不是一个股票号码，而是一套每次市场大波动都能用上的判断方法。你觉得这是美国出手救日元，真正是在救日本，还是在救美债市场？欢迎你在下面留言，我们一起集思广益。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我想教你的不是报名牌，而是自己看得懂生意、算得出价格的判断力，让你靠自己的判断做决定，少走冤枉路。我们下期再见。